巴基斯坦刚刚透露要引进中国的歼十 C 3代半战机，美国就给了印度一个警告：苏30 MKI 只剩下数量优势了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美国媒体军事观察网站报道，巴基斯坦空军可能已经成为中国歼十 C 3++代单引擎战斗机的第一个海外客户。这项采购计划呢，也引发了关于巴基斯坦空军的未来发展，以及南亚空中力量平衡将受到什么影响等多个问题。歼十 C 配备有棒式进气道、红外搜索跟踪系统、有源相对雷达以及各种先进的空对空、空对地导弹武器系统的歼十 C， 是目前世界上比较著名的、具有半隐身能力的3代半战斗机。它将是巴基斯坦能够获得的性能最强的战机。与之相比，在2019年首飞的 JF-17 Block 3枭龙战斗机重量更轻，也更便宜，飞行性能与歼十 C 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。不过，美国媒体认为，歼十 C 这款3代半战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挑战南亚地区规模最为庞大的战斗机群，印度空军的苏30 MKI 的地位呢，仍然不确定。那么，歼十 C 与苏30 MK 相比，谁更强大呢？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空战能力，无论是超视距空战还是近距空战，态势感知能力非常重要。歼十 C 的机载航电系统、雷达系统应该说在这方面拥有优势，而它的雷达反射截面要比印度的苏30 MKI 小很多。相比之下，苏30 MKI 所采用的雷达虽然也做了升级，但是探测距离依然有限。对付歼十 C 这种半隐身的目标，它的探测距离会大幅度的缩短。那么显然，在超视距空战这个范围内，歼十 C 占优。那么至于说到近距格斗的机动性，应该说无论是歼十 C 还是苏30各有优势。但是从我军的模拟空战情况看，歼十 C 完全可以利用它灵活机动的能力和苏30抗衡。在远距探测方面，说实在的，除了机载雷达以外，往往未来的空战，特别是在西化战场上，还要依托预警机。巴基斯坦空军目前配备了 JTK-03 型空中预警机，它的能力相当强，不亚于印度空军现在所配备的大型预警机。因此，在远距离搜索敌方目标以及指挥控制方面， JTK-03 完全能够满足巴基斯坦空军的需要。那么在对地攻击打击方面呢，歼十 C 和苏30 MKI 相比呢，相对而言要小一点，挂载的空对地武器的数量会少一些，但是技术水平一点不低。不要说歼十 C 了，就是枭龙战斗机现在都能够挂载先进的超音速的反舰导弹，而歼十 C 呢，不但能够挂载空舰导弹，也能挂载个头比较大的反辐射导弹，承担一部分对地打击任务。而苏30虽然号称是多用途战斗机，它挂载的空导弹数量确实相对比较多，但是能够携带的对地精确打击弹药的种类并不多，而且呢，有些技术已经过时了，都是吧20多年前、30年前从俄罗斯引进的。那目前它比较先进的空对地导弹，就是在这基辅挂载的那一枚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，而这个导弹呢，个头比较大，改装起来呢，相对的比较麻烦。因此，在对地攻击这个方面，苏30 MKI 呢，优势也不太大。
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需要认真对待的，因为歼十 C 属于中型战斗机，而苏30 MKI 是属于重型战斗机，在航程、载弹量这个方面，苏30 MKI 是占优的，因此它的留空时间相对要长一点。综合起来讲，歼十 C 这款3代半战机一旦装备巴基斯坦空军，将在总体的技术水平上高出印军的苏30 MKI 半代，但是有些方面由于它属于中型战斗机，因此还需要发挥更多的战术和技术上的优势，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空中冲突中占据相应的优势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